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请订阅并分享，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任嘉伦与程毅新剧将对打，看完预告我只想说，谁输谁赢一目了然。临近岁末，优质剧集如潮水般接连上线，令人目不暇接。刚刚播完的年代传奇大戏《大生意人》余热未散。今晚又迎来一部聚焦律政职场的新作即刻上场，追剧日程瞬间被填满。更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下个月的荧屏大战早已悄然拉开帷幕。由任嘉伦担纲主演的历史正剧《风雨潮》定档12月8日，而程毅领衔的古装权谋剧《长安24记》紧随其后，将于12月12日开播。两部重头戏仅隔4天。俨然形成正面交锋之势。作为年度收官之战的关键作品，二者皆汇聚了顶级流量、实力配角和精良班底，自然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话题。有人称这是人气与演技的碰撞，也有人视其为现实题材与传统古装的市场博弈。但深入分析两部剧的预告内容、主题设定、制作背景及阵容配置之后，答案其实已呼之欲出，这场对决胜负格局出现端倪。一、稀缺历史正剧 vs 古装复仇剧。衡量一部剧能否引爆热度，题材始终是首要门槛。而《风雨潮》与《长安24记》在选题方向上的差异，从起点就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先看《风雨潮》，该剧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挖掘了一段几乎被影视圈遗忘的冷门历史。1941年香港沦陷后，澳门作为孤悬海外的中立之的，在战火夹缝中展开的隐蔽抗战历程。抗战题材虽常见，但以澳门为舞台，融合金融战、情报战与商战元素的作品实属罕见。它并非一味展现枪林弹雨，而是将爱国商人、中共地下组织与多方势力交织于物资调配、货币斗争和秘密运输之中。剧中讲述何贤、马万祺等真实人物携手中共党员，在经济命脉上与日军展开无声却激烈的较量。尤为关键的是，该剧已被列为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同时肩负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澳门回归26周年的双重使命。此类承载时代记忆与主流价值的主题，本身就具备强大的传播势能与政策支持。再来看《长安24记》，故事围绕凤凰世家惨遭灭门，少年谢怀安隐姓埋名10年潜伏，在朝堂权斗与江湖纷争中步步为营，揭开真相。这类家破人亡、隐忍成长、最终逆袭的叙事模式并不新鲜。近年来10部古装剧中，近半数采用相似结构。从莲花楼到沉香如屑，程毅本人也多次演绎同类角色。观众初期尚觉情感充沛，久而久之难免产生审美疲劳。主角开局悲情，中期结识盟友，后期凭借智谋武艺完成复仇。剧情脉络清晰可循。尽管《长安24记》加入了悬疑线索和多重反转设计，但从预告片来看，整体仍未能跳出复仇加权谋的固有框架，情节发展基本可以预见。当下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单一爽感驱动的内容。2024年数据显示，现实主义题材占比突破60%。口碑佳作多源于贴近历史或社会生活的真实表达，例如《山花烂漫时》、《我的阿勒泰》等。古装剧虽维持一定热度，但同质化现象严重，急需创新突破。《风雨潮》恰恰踩准了这一趋势，它是一部严肃历史剧，却不显枯燥，既有商战博弈的紧张节奏，又有谍战交锋的心理压迫，更不乏民族气节的情感共鸣。依托真实事件，一战粮荒、二战港币、三战币纸、四战物资4大核心战役层层推进，既还原史实细节，又增强戏剧张力。
相较之下，《长安24记》即便拥有刘奕君、王劲松等老戏骨加盟，但因题材陈旧，难以激发大众层面的新鲜体验。毕竟没人愿意在年终之际再看一遍换皮不换核的复仇套路。二，谁能打动更多观众？顶流演员的表现直接影响剧集的破圈能力，而任嘉伦与程毅在此番角色塑造上的适配度呈现出显著差距。任嘉伦在《风雨潮》中饰演原型人物何贤，这是一次彻底打破过往形象的转型尝试。过去他多以古装男神或玄幻男主示人，虽积累大量人气，但也被贴上古偶专业户的标签。此次饰演的何贤是一位从银号小职员逐步成长为澳门工商界领袖的真实历史人物，需要同时展现商人的敏锐洞察、志士的坚定信仰以及乱世中的挣扎蜕变，角色层次极为丰富。预告片段中，任嘉伦身穿民国西装，神情克制而深沉，眼神里既有对局势的审慎判断，也有面对国难时的毅然决绝。尤其一场与日方代表谈判的戏份，语调平稳却字字千钧，那种静水流深的压迫感扑面而来，极具代入效果。任嘉伦本就具备宽广戏路，既能驾驭古装浪漫，也能胜任现代情感剧。此前在《一生一世》中的都市精英形象便广受好评，此次挑战厚重历史题材，正好打破观众固有认知，有望吸引更广泛的非粉丝群体。反观程毅，在《长安24记》中再度出演谢怀安，依旧是那个背负血仇、沉默寡言、身手不凡的大男主。必须承认，他在此类角色上有极强表现力。无论是《莲花楼》中的李莲花，还是《沉香如屑》里的应渊，都凭借细腻眼神与凌厉打戏赢得高度认可，粉丝粘性极高。但问题在于，连续多部作品重复相似设定，容易造成表演风格固化。有网友调侃，程毅新剧不用看简介，闭眼都能猜到，前期压抑，中期布局，后期爆发，结局不是归隐就是圆满。这种高度一致的角色定位，直接限制了剧集的受众拓展空间，热度主要依赖核心粉丝支撑。此外，《长安24记》女主徐璐虽曾参演《甄嬛传》《风声》等经典之作，但在国民认知度与话题影响力方面，仍逊色于蓝盈莹，难以有效分担男主带来的舆论压力。相比之下，《风雨潮》女主角蓝盈莹饰演的乔英婉，是一位热血果敢的爱国青年，与其自身坚韧干练的气质高度契合。预告中，他与任嘉伦的对手戏火花四溅，两人均以扎实演技立住角色，更容易引发路人观众的情感共鸣。三、平台对决。一部剧能否实现全民级爆火，播出平台与排播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据可靠消息，《风雨潮》预计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并同步上线爱奇艺平台。央艺黄金档向来之遴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重点剧目，审核严格，资源倾斜明显，其覆盖面与权威性远超任何纯网络平台。一旦登陆该档期，意味着获得国家级宣传支持，极易形成全民追剧热潮。长安24季则为优酷独家播出，虽传出可能进入央视8套次黄金档的消息，但相较于央艺黄金档，影响力仍有明显落差。央视8套长期播放各类古装剧，竞争激烈，长安24季若置身其中，极易被同类题材淹没，观众注意力被分散。该剧的热度来源主要集中于程毅个人粉丝基础及优酷站内推广，虽有一定声量，但难以突破圈层壁垒，形成跨圈讨论效应。四、预告质感。预告片是一部剧的第一印象，往往决定了观众是否愿意点开第一集。对比《风雨潮》与《长安24季》发布的预告，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唤起共情，
后者带来熟悉。风雨潮预告虽短，但信息密度高。任嘉伦饰演的何贤，从谨小慎微的商人逐步转变为民族抗争的中坚力量，其间穿插金融博弈的唇枪舌剑、秘密运输的惊险时刻，辅以一句振聋发聩的台词：“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打仗，是在为家国求存。”整支预告色调沉稳，影像质感堪比电影，无过度煽情，却通过真实场景与人物状态传递出深沉的家国情怀。有网友留言，看完鼻子发酸，原来澳门还有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真想深入了解那段岁月。而《长安24记》的预告延续了典型古装剧的爽感美学，画面中依然是诚意标志性的隐忍眼神，流畅利落的动作场面，华丽精致的服饰造型，以及充满阴谋气息的宫廷氛围，与莲花楼沉香如屑的宣传物料几乎共享同一套视觉语言。虽然制作精良，动作设计出色，但缺乏新意，仿佛只是将旧瓶装进了新酒。如今的观众愈发注重预告所体现的诚意，若内容全是既定套路，很难激发持续追剧的动力。风雨潮的预告之所以胜出，在于它的真实感与历史重量。它没有刻意制造情绪爆点，而是通过还原时代风貌，刻画人物心理，让观众感受到那段岁月的艰难与先辈的担当。这种有温度、有厚度的呈现方式，远比单纯的打斗与权谋更具感染力。说了这么多，并非要否定《长安24记》的价值，相反，它拥有诚意出色的表演、资深戏骨的加持以及成熟的工业化制作水准。播出后必然收获可观热度，忠实粉丝也会看得酣畅淋漓。但若论能否在2025年末脱颖而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爆款，风雨潮的优势显然更为突出。当然，以上仅为个人观点，毕竟艺术欣赏本就因人而异。或许《长安24记》会在正片中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也可能风雨潮存在某些未暴露的短板。但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综合判断，这场年末对决风雨潮的胜算无疑更高。最后想请教大家，你会选择为稀缺历史题材走进风雨潮，还是为了诚意的复仇爽感追随《长安24记》？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